如果交税交得多，实际上是好事儿。美国是全球征税，每赚1块钱，相当于有5毛钱就要交给政府。难怪老高与小莫他们移民去新加坡了。那法国才是苛捐杂税的国家。那么就有很多的办法可以延税抵税，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税负要降下来，然后你不用交任何的所得税。你香港跟新加坡有可能还低一些，并不算高，因为我们都是合法的。肯定都是合法的。你像巴菲特的税率现在比这个他的秘书还要低，所以他是把这个延税是做到了极致的，应该说。嗨，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星星绕地球，这里是星星，这是我的朋友 Michael， 然后他是一个资深的 CPA， 然后他自己也开公司在美国所以说呢，今天邀请他来做我的嘉宾。为什么今天请他过来呢？是因为我最近刚刚就是稀里糊涂的，我不是最近刚把房子卖了嘛，然后都卖了房子，过了很久，突然被那个我的卖房中介然后打个电话过来说，哎，你还有一个 supplemental tax 要交，然后你赶紧补交，不然的话那个就要被罚款。然后我当时是一头雾水，然后想着哇，我买房卖房已经交了那么多的税了，而且每个月我的那个房地产税加上那个社区建设费高达2%，可能反正还是比较高的吧，2%。然后每个月的 mortgage 已经是就是加上这些税已经很高了，怎么我都已经卖掉房子，还有一个什么 supplemental tax 要交？而且一查，然后发现这个 supplemental tax 呢，还只是加州才有的一个苛捐杂税。当时我就觉得啊，怎么美国苛捐杂税这么高？然后再加上有的时候跟我北加州的朋友、工程师的朋友聊天，经常听他们说什么一年就是20几万都交税，10几万都交税，然后就是然后再加上我们经常都听到说啊，美国是全球征税。我这种新旧不接的那种，虽然说在美国很久，但是还是像新移民一样的人，就会觉得哇，美国是不是真的就是在税务方面是非常高呢？是不是美国真的是一个非常苛捐杂税、难以生存的国家？就是有这样很多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原本是就着我的问题想请教一下 Michael， 但是我觉得好多观众朋友其实也感兴趣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就干脆邀请 Michael 来跟大家正式的解答，也答疑。然后 Michael 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嗨，大家好，我是 Michael， 我就是从事这个税务工作有20多年了。所以对美国的这个税，还是非常的了解，而且遇到的客户也很多，大家其实都有同样的疑问啊。我想表达的是说，如果交税交得多，实际上是好事儿，因为说明你收入高啊。因为美国，因为在美国基本上就是它的税收都是基于收入和资产。如果你的税很高，说明你的收入高，然后资产多。对吧？这个是我想说的。你这个别人听了不高兴的。好了，让我来一个一个来问。那好，我先问 Michael 第一个问题，就是很 general 的，你觉得就作为一个专业的注册会计师，您觉得美国的税收跟其他国家比，它算是高吗？它算是不合理吗？是一个非常多苛捐杂税的国家吗？其实你表面上如果看美国的税率的话，它是相对比较高的。但是如果你真正去看最后交的税，其实整体税负并不算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其实有很多的可以抵税的地方，就有很多的办法可以延税抵税，可以就是说把你的税负要降下来。所以我们说它的这个真实税负并不高，但是它的税务系统确实非常的复杂。真的是首先呢，美国的个税呢，它是采取的阶梯税率。那么大家都理解阶梯税，因为中国其实个税也是阶梯税率，所以我这里不展开讲了。那美国呢，最高呢联邦税，德国也是，大部分国家个税都是阶梯税率。那么除了香港跟新加坡，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固定的那个美国呢，最高的联邦税可达到37%，这个还是减税以后的，现在是最低的时候。那么加州呢，最高可以达到13%，这两个合并在一起，所以如果住在加州的话，最高的个人所得税可以达到50%。这个解释一下，就是说，当你达到这个税率的时候，每赚1块钱，相当于有5毛钱就要交给政府。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感觉很疼，我每赚1块钱有5毛钱给到政府。而且这个还仅仅只是个人所得税，你还不包括其他的税，对吧？对，这个不包括真的是很多其他的税。但是我们如果从整体税负上来看，它又不算高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交到37%或者50%，其实这个区间是很大的。
基本上你家庭收入要达到50万以上，可能50多万以上才会达到60多万才能够达到这个税率。那么在中国的话，个人其实大家都能看到10万人民币以上的，基本上就是45%的税率了。所以说，它的整个区间是很大的。10万人民币，一年10万每个月，因为哦中国它是按月算的哦。反正基本上我们做过的客户就是，如果是拿工资收入的话，在中国拿了工资收入，他同时也交美国税的话，那么在中国交完了个税之后，是在美国是不用交税的。那换句话说，就是美国的税率比中国要低，所以它不用缴，因为有 tax credit。但是如果我们看整体税负的话，我大概有一个数据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其实美国的整体税负呢，在发达国家里面是偏低的。因为在整体税负，像德国的话，最高可达到47%。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我之前是在德国念书和工作。38%，就是在发达国家当中呢，其实美国的整体税负还是偏低的。法国可以达到45%，就相当于是有45%，每一块钱的 GDP 有45%是要交税的。那法国才是苛捐杂税的那么国家。德国要达到38%。美国其实是25%，相当于是1块钱的税负大概除以所有的 GDP， 大概是占了25%。中国呢，它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偏低一点，是18%，然后这是整体税负。如果我们只看个人所得税，我这里的税负呢，整体税负是包括了Social Security Tax， 就是大家所说的社安金的那个税。这个其实占的比例是挺高的，基本上占到25%里面的12%。那另外的13%基本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联邦税和州税。香港是10%左右，新加坡是12%，那其实是差不了太多的。所以说，我说整体的美国的其实税负并不算高。就从 GDP 来看，整体的社会的交税。整体的社会税负其实并不算高，心里有平衡呢。因为你所有的交的税最后都是由消费者买单嘛，就是不管通过各种渠道。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想说的，对于中位数以下的人群，其实在美国的税并不高，而且他还能够享受不少的福利。因为它这个阶梯的设计，对吧？对，因为阶梯的设计啊，还有很多的免税啊，各种各样的递延啊，就是这些工具可以用。所以一般中位数的家庭，也就是在美国中位数的家庭，就是年收入家庭收入15万美金，个人收入7.5万美金左右的话，它其实整体的税负，联邦税就6%到8%。那其实不算高。然后州税就看各个州不一样，2%到6%，如果在加州就会高一点。所以整体来说，其实你算下来比香港跟新加坡有可能还低一些。这是它的整体税负，而且5万美金以下的基本上收入是不用交税的，就是家庭收入在5到6万以下是基本上不用交税的。那香港和新加坡这个税率会不会有点不公平呢？因为它都是恒定的，那不会说有钱人就交的更多，穷人交的更少，大家都是一样的。那香港和新加坡不是就很适合有钱人去居住吗？那这都是交的一样的。对呀，所以香港人是有钱人是更愿意去香港跟新加坡这样，他们的。是一个平均税率大概就10%。难怪老高与小莫他们移民去新加坡了。对，而且新加坡跟香港它不是真正的意义上全球征税，它只是针对于本地征税，所以这一块难怪有钱人喜欢去那边。是这样的。正好我们就提到了全球征税，就是对于美国的全球征税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大家扫图片上的2维码，加入我的东南亚躺平交流群交流互动哦。既欢迎在考虑退休、海外旅居或投资之类的观众，也欢迎东南亚当地的朋友，大家互相交流，交个朋友哦。全球征税有2个概念我们要说清楚。首先呢，其实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呢都是全球征税，只要认定为这个国家的税务居民，就是全球征税。那么就是不同的是第2个概念，就是税务居民的概念，各个国家是不太一致的。那么国际上的惯例呢，是按照居住地来划分这个税务居民。如果超过183天，居住超过183天，就认定为这个国家的税务居民，但也就差不多半年。但是这里面有2个例外，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呢，它
不仅看居住地时间，还要看你的国籍。如果你是美国国籍或者是绿卡，无论你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居住多长时间，你都是要按照全球收入在美国缴税，进行申报和缴税。所以说，美国在这一点上还是算是有些不合理的，因为它你只要是这个国籍，不管你住在哪里，你都得交这个税，对吧？对，但它这个历史是源于，就是应该是1860年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很多的人把资产藏匿在海外，然后通过这种海外途径避税，海外持有资产投资啊、收益啊避税。所以说，美国为了避免这个很多人很多富人避税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改了这个法案。另外就是中国的税法规定是，你在中国有住所就会被认定为税务居民，但是这个住所怎么去判定，这个就很模糊。就一般来说，如果你在中国有房子、有户口在中国，那都可能被判定为中国税务居民。那一旦判定的话，那也是要全球征税。那最近今年很多人在港股投资，在香港投资港股和美股赚了钱呢，很多人都收到了罚单，税单，是缴纳20%所得的20%，并且每天5%的利息，还有滞纳金，每天5%的滞纳金和罚息。对，哇，那最近好多人有钱人要哭了，交了那么多。所以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到好像美国全球征税很厉害？但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执法。美国是执法很严的，中国呢在全球征税这块执法不严。可以说以前就没有去执行，就它有这个法律存在，但是就没有执行，所以大家都没有去关注这个问题，也没有人申报。但是随着现在数据交流的越来越广泛，大家都听说过 CRS 的这个数据交换。那么现在你在全球的，就是中国人在全球的这个金融数据，美国都是就是中国都是了解的，都会针对这一块进行征税。现在好像 CRS 只是其他的一些国家跟中国通用了这个数据，美国还没有。对，目前美国是没有加入 CRS， 所以在美国的资产还有收入是比较安全的。那这也是对美国现在的持有绿卡的人是非常有好处的。持有绿卡对，就是说户口还在中国的那些，对啊。对但是你如果是公民在中国，你还保持户籍的话，那也是危险的。你是说那个还是那个中国公民？对，你如果还持有中国公民，还有就是也是会判定为这个中国的税务居民。对，还有房产这些。哇塞，要注意了以后，中国的有钱人，美国很多这样的中国有钱人用这个方式在国外投资这些，美国特别是南加州这些地方，很多中国的有钱人过来。对啊，你有很多客户。对，我很多客户都有这种已经收到了罚单了，但他们主要是在香港跟新加坡的投资收益部分。所以美国的就还好。美国的因为数据没有交换还好。但是因为他们都老老实实交了，他们不想牵扯到他们美国的这些资产，这些收入，他们也没有去跟税务局进行比较大的这种申辩这些，因为他一旦申报他全球资产，更麻烦，那就更麻烦，他就是税务局查到什么，他就针对这一块就进行申报和补缴。那我们说到了那个全球征税这个问题，那自然也就会提到，那如何合理的避税呢？尤其是在美国。首先避税呢不是逃税，我们都是合法的。肯定都是合法的。我们这里讲的是如何在美国避税。对，所以大家就是放心去用这些工具。我们主要是要善用一些合法的这种税务工具来实现这个免税和这个税务递延。那么我们常用的这个免税的工具，都有哪些呢？主要是大家听的比较多的，就是 Roth IRA， 还有529教育基金HSA 账户，死亡理赔保险，然后长期投资，大概前面的6万块钱也是免税，还有 tax credit， 捐赠这些。
那么这里面呢，我最喜欢用的就是前面3个，特别是 Roth IRA，因为大家可能有听说有个富豪在 Roth IRA 里面有自己公司的股票，价值几十个亿，然后这部分钱60岁以后取出来都是免税的。然后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因为这个 Roth IRA 它是有一个每年7000块钱的限制的，就是因为它的工具非常强大，那么政府呢就限制了7000块钱，但是它有一个叫 backdoor conversion， 就很多人可以利用，就是我先存入 IRA 账户，然后在 IRA 账户，然后在未来再转到 Roth IRA 去，这样的话就可以突破这个限制，这个金额的限制。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大家知道的，Roth IRA 只是投资于股票啊、基金啊这些，其实它可以投资房产，还可以投资私人公司的股票，但是它有要求不能投资自己公司的股票，但是你应该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可以操作，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孩子小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收入，或者收入比较低的时候，他自己不愿意缴 IRA， 也可以父母帮他去缴这个 Roth IRA， 就把这个额度占用掉。等他退休的时候，就是很大一笔财富都是免税的，也可以作为这个财富传承的一个很好的工具。所以这个 Roth IRA 就是，其实我以前用的比较少，但是最近开始用的比较多。我也是，我也建议客户，对，去年开始，前年开始，对。然后第二个非常好的就是一个教育基金的账户，这个529，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额度很高，它可以存很多钱进去，然后它里面投资收益用于教育也是免税的。你像加州的话，只要你的金额不超过52.9万，都是可以往里面存的。当然你不能一次性存入50多万，那会涉及到 gift tax。当然要申报一下，现在也没有 gift tax， 因为现在的金额就是免税额比较高，但是也需要申报一下。但是你想你如果给孩子存入50多万美金进去，若干年以后，他可能成长成为几百万，他可以作为一个孩子包括子孙的未来就是教育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基金。可以用于他们子孙后代的这些教育，可以作为一个财富传承的一个工具，对，而且这个是政府提供的，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手续费，也非常的稳健，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教育基金是非常好用的。第三个就是那个 HSA 那个账户，这个当然它要配合那个高high deductible 的这么一个就是保险来购买，然后里面的钱呢，投资收益如果说用于医疗费用啊这些，还有这个未来的，比如说你的 long term care 啊，这些费用都是可以免税的。其实 long term care 很多人可能忽视了，未来这部分费用是非常的高，而且如果收入高的人群的话，政府是没有任何补贴的。然后 HSA 账户里面的钱还可以用于一些，比如说 over the counter 啊这些药品的购买，其实它的用途的范围挺广的，每年一个家庭可以存入8000多块钱，如果长期下来的话，它也是一笔很大的一笔财富，所以这3个工具就是我们常人用的非常多的这个工具。然后死亡理赔保险现在也很多用，就是 life insurance， 大家可以理解就是人死了之后，那么收到的赔偿这部分税务局也是免税的，但是这个工具呢，一般来说都是为了就是相当于是作为一个保障，作为一个就风险的对冲，我不建议大家把它作为一个真正一个节税的工具，但是目前市面上也有很多把死亡理赔作为一个节税工具的这些产品，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的 life insurance 啊，还有这些，都是有很多的这个保险人员把它作为一个免税的一个工具在推荐给大家。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可能不太了解的，也是近几年才出来的，就是长期投资的
前面的6万也是免税的。怎么去贴近长期投资呢？就是长期投资，就是你投资一个股票或者是房产也好，股票也好，只要持有超过1年以上，然后把它卖掉，对这个，那么就是前面的6万是免税的。当然，这个6万是基于你没有其他收入基础上，如果你有其他收入，它就算法就不是这6万了，它是叠加在其他收入以上的，就是6万。叠加在其他收入以上的6万。对，就比如说你有工资有6万的话，那你就工资收入，你有其他收入有6万，就是除开长期投资以外6万的话，你可能就没有这个免税的额度了。然后还有一些 tax credit， 大家比较了解的，比如说 child tax credit、child care tax credit， 还有这个特斯拉的，比如说新能源的一些7500，对7500的 credit， 还有这个太阳能的这个 credit， 就是，但是这些 credit 呢都是基于你花了钱之后，那政府才给你补贴一些，所以如果说你为了去赚这个 credit 去花钱，我也不是建议，就是说你顺便，比如说你有一个有 tax credit， 有一个没有 tax credit 的选择之下，比如买车的时候，对吧？有特斯拉可以选，或者是你买其他车同样价钱，哎，这个有 tax credit， 你就可以去选有 tax credit 的这个车，就是会有一些补贴。那么捐赠呢，我前面提到，就是这部分大部分是有钱人在做的，他可以规避，就是把它捐到一些，就是慈善机构去，然后可以规避一些遗产税。我们这里不深入讲。然后就是延税。延税里面其实就是工具大家比较多的就是401k 啦，还有 IRA 账户，就做一些长期投资，只要你股票不卖，也就没有交税。你像巴菲特的税率现在比这个他的秘书还要低。他的股票，他的 book share 很有意思，这个股票从来不分红，你只要不分红，他的股票也不用卖，他就不用交税。所以他是把这个延税是做到了极致的，应该说。然后他最近又在做什么事情？他又把这个钱又捐给了这个慈善机构，他又免税了。所以由慈善机构来打理他的子孙后代，还免了遗产税。还有一个房产投资，这个也是很多，它有非常好的这个延税的功能。因为房产投资第一个呢，它有折旧，所以你如果在计算它的投资收益的话，把折旧算上的时候，基本上是这个房子在前期的投资都是亏损的。那你有亏损的话，你就不用交税啊，但是你有租金收入，有现金流进来。第二个比较好的就是说，就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在你人走了之后，它会有一个 step up base， 就是你不用交所得税，你死的时候只用交遗产税。但是现在的遗产税呢，免税额度又很高，目前的免税额度是1300万一个人，2个人的话就有2600万美金，所以你的房产价值只要在这个金额以内，然后你人走的时候就可以按照就是市场的价格传承给你的孩子，然后你不用交任何的所得税。所以房产投资是很多人一直用于投资。那说房子中间换房子怎么办？那它有一个1031的 exchange rule， 就是说你只要房子在180天之内换成另外一个投资房，对吧？按照这个规律，你的税是可以进行递延的。就传到下一个房子。对，传到下一个，对，就传到下一个房子就不用现在缴了。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延税是很多富人用的工具。他要真正要免税的话，因为前面的工具都太小了，对他们来说，那么真正就是能够延税比较多的，对于富人来说，都是通过这种长期投资啊、房产投资啊这些，还有捐赠。但是延税这种东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最终还是得交的呀，对吧？对，但是就是它的核心在于就是你要看你不同时期的税率是不一样的，还是看税率，你的收入是不一样。你比如说你在30岁到40-50岁之间，你的收入是最高的时候，那个时候税负是比较高的。到你退休的时候，你可能已经不工作了，那个时候收入比较低，
那么理论上呢，你的税负交的税率是很多比较低的。那 IRA 就是这么设计的，你现在把税前的钱，把免税的钱放进去，现在不交税，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再交税，那个时候税率要低一点。如果你真正的去算这个 Roth IRA 跟 IRA 账户，其实如果税率是一样的情况下，它其实是一样的，它拿到手的钱是一样的。就是看你什么时候你感觉你税率会更高，对啊。但是你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之前跟你聊天，你说其实美国的税率现在是偏低的，就是很有可能将来美国的税率会升高。对，你如果去看历史的话，不看你的收入的话，就整个 generally 美国的税率。如果大家去看美国这个所得税率的历史的话，目前实际上税率是最低的时候，在80年代的时候，甚至高达70%-80%的税率，70%？对，那个时候非常高。那这个已经非常的不合理了。没错，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税率更高，因为那个时候冷战嘛，跟苏联冷战的时候，就是需要很多的钱，政府需要很多的钱。那现在政府的债务非常的高，所以未来能够解决这个债务最好的办法就是加税，然后现在再通过印钞票来解决一部分债务，但是就是大概率就是我个人预测是未来的税率可能会更高的。这个言论只是 Michael 的个人言论，不代表我的频道。所以很多人又通过401k，通过这种 IRA 账户，想通过未来退休的时候交税交的少，有可能他最后退休的时候税负是更高的。所以对于高收入人群，我觉得可以更多的考虑 Roth IRA，把 IRA 可以转到 Roth IRA 去，就在现在税率比较低的时候。但是你说的这一点是不考虑收入的，因为刚才你提到有可能他在快退休的时候收入降下来了，所以说他的阶梯赋税的那个税率的阶梯会低一些。你说的这个就是不考虑将来的收入有改变，就是只是看 general 那个税率，对吧？对，只是看general 税率，对，没错。好，然后那我们再总结一下，如果说两个人都是 W2，就是都是工薪阶层，那么基本上省税的，就是政府提供的这些税务，这种省税工具就只有这些工具可以用，那么其他的工具就比较少。比较多可以用于避税的呢，主要是一些自雇啊，还有一些就是自己开公司的，自己有公司的这种人员，那么他就可以就是由公司来承担一些很多的 expense，一些费用，比如 travel 啊、住宿啊，还有这些就是买车甚至于就是车啊的使用的这些费用，因为其实美国是鼓励大家就是自己创业的，所以它在这上面有很多的优惠，比如说车，只要你是50%以上的，就用途是用于用于 business 的话，你都是可以全额抵扣的，全额抵税的。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福利，那么收入特别高的人群，他们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通过延税吧，通过存入401k啊，从长期投资啊，或者是投资房产啊，有些也通过这个人寿保险这些，来实现这种延税。差不多就这些吧。当然到了年底了，我觉得到了年底了，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也要做一些年底的一些税收筹划，因为就是可以估算一下全年收入是多少，然后比如说有一些亏损的股票可以把它卖掉，可以抵充一些收入。对，多点 expense。对，如果说你的收入比较高，就是可以做一些筹划，买一些这个就相当于是转换为投一些这个 HSA 的账户啊，就年底的时候，它是有一个12月份有一个入可以一次性把全年的都投进去，可以抵扣8000多块钱。还有就是说是否开一个 Roth IRA 账户啊、IRA 账户啊，这些工具都可以把它用上，然后把你的整个税负能够降下来。因为美国的税务税收是按年度为单位的，如果你超过了这个年度，就过了12月31号以后，你再去做税筹就很难了。
其实最近有一个词非常的火，在那个网络上叫做 fire， 然后我经常看到有些博主说啊，我在美国fire 了，然后去其他国家怎么样的，然后我一直以为是啊最近那个裁员被 fire 掉了，其实不是 fire， 其实它是一个缩写，然后是 FIRE。说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那个 financial independent， 它是一个 initial， 所有字的一个 initial financial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所以说它其实不是被炒鱿鱼，而是就是说那个提前的就进入了那个资产自由，然后提前退休。然后其实因为我前2期也正好讲到去马来西亚地理套利，很多 fire 的人去马来西亚，从欧美去马来西亚，然后或者说不一定去马来西亚，去到很多其实一些利于地理套利，例如像台湾啊、日本啊、那个还有泰国啊，然后欧洲葡萄牙也是一个移民大国，就是因为那边的生活成本更低，所以说很多人 fire 掉，不是 fire 掉，就提前退休，资产那个自由之后呢，就去到那些地方。那像这种来说，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比如说在美国赚钱，然后提前退休，然后去其他国家躺平，去其他国家躺平旅居，然后在税务上对税务上会有什么影响或者优势吗？我觉得去其他国家税务上应该是，因为美国它是全球征税嘛，没有优势。对，应该优势不明显，但是确实会，美国是对于在海外的人是有一些税务上面的一些减免的，比如说它有一个foreign tax exclusion， 就相当于你在海外的如果赚了钱的收入，在不超过一定金额以上是不用交税的，这个大概是13万多，但是它仅限于工资收入，它并不是说，因为很多比如说做 fire 过去，它很多是还是在美国挣钱嘛，他在美国挣钱只是在比较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在花，所以他可能就是这个 exclusion 用不上，因为他是要求是在当地赚的钱，自雇的收入、薪水收入。第二个比较好的可能就是你海外的收入是不用交涉案金的，就是你在海外赚的钱，因为美国的涉案金的规则只是说针对于美国本土的收入才会要交这个社会安全金，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有好处的，但是有不好的地方在于，因为你在海外，你还是有美国的这个税务的这些，我们叫 liability 责任，你还是要去做，因为有时候人在异地的话会经常会忘记或者 miss 这些 deadline， 所以建议大家最后还是找会计师啊，能够帮你跟进这些事情。这被 IRS 催债就完了。对啊，别到时候忘了，或者忘了申报啊这些，对吧？还有就是，有些人甚至忘了有退税，比如说前几年，这个 COVID 的期间，每年有1400块钱的政府补贴。那么如果你在海外，你觉得我没有收入，没有报税，那你就没有这笔钱，所以你也要申报。如果说有一些政府补贴的话，也是可以拿到的。然后好像就是最近在研究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们是对于 foreigner 只要不是当地居民，他们在当地，比如说你投资啊，或者说做任何的东西，然后你在马来西亚的所得30%，就是立刻他立刻就给你征税，他会砍掉30%，然后再给你，你必须交。然后那这些税其实是可以减免的，对不对？我在国外已经交的税，在美国就不用再交了。对，如果你在国外交的，就是这个叫 foreign tax credit， 你在海外交的时候，你可以在美国作为税收可以抵扣回来，可以把它抵扣回来。对，如果最后美国算出来税更高，还要补缴，你就要补缴；如果美国算出来税低一点，你就不用再补缴。这个应该大部分国家都是这样的哈，它是比较公平的。好啦，那今天就辛苦 Michael 了，给我们上课上了那么久，然后我也听得很认真，因为很多的东西也是我不知道的，因为以前其实我都是依赖朋友或者依赖那个 CPA 帮我报税，我自己其实没有去研究过。然后今天也是因为我交税交的太多，交的自己有点肉疼之后呢，也想搞清楚自己交的究竟是什么，它对不对，所以说就有了很多的疑问，也想到做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辛苦 Michael 了。
非常感谢，然后也谢谢大家的关注，然后记得点赞支持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点赞支持我的频道，陪伴我成长，然后咱们下期见哦，辛苦了，拜拜。